你离真正的书法家只差这最后一步。这堂课，我们将把过去6讲的所有知识融会贯通，教你如何从练字蜕变为创作。欢迎来到得到书法行书入门的完结篇。在过去6讲，我们已经将单字的血肉、骨架、灵魂、智慧、律动与空间全部都学完。在影片中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点石成金，将它们组合成一件完整的艺术品。行气就是一行字从头到尾那股连绵不绝的气脉，它由3个要素构成。第一，大小错落，请看王羲之的处理，这种大小对比形成了一唱一和的音乐节奏。第二，中轴摆动，整行字的中心线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在微妙的左右摆动，如同舞者的身姿。第三，笔意相连，即使字与字没有牵丝，但上一字的收笔永远指向下一字的起笔，这就是我们第1讲里学的一联。如果说行气是一行字的灵魂，那么章法就是整幅作品的骨架，它关乎墨与白的关系。首先是墨色布局，请看苏轼的《寒食帖》，开头墨色润泽，随着情绪的激荡，墨色渐干，到了破灶烧尸尾，出现大量飞白，最后又转为浓墨。整幅作品的墨色就是他情绪的完整记录，这就是我们第5讲节奏感的放大应用。其次是行间关系，请看《兰亭序》，每一行之间都保持着既独立又相互呼应的关系，如同一个和谐的合唱团。最后也是最高级的艺术，留白。中国艺术讲究记白当黑，空白的地方和有墨的地方一样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它是作品的气眼，是让作品空灵透气的关键。请看王羲之留下的这些空白，它们的形状、大小都与文字部分形成了完美的平衡，赋予了作品无限的想象空间。讲了理论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写下你人生中的第1幅行书作品。我们就写《兰亭序》中最经典的一句：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天字写大，作为开篇，朗字收紧，气字稍放，汇丰2字连贯，一气呵成，和字平稳，作为全篇的完美收束。注意字与字之间的中轴线摆动，也要注意整体的墨色变化。恭喜你完成了行书入门的全部7讲课程，从笔法、结构到神采、章法，你已经掌握了行书的完整体系。书法之路漫长而快乐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为了方便大家复习，我们将整个系列的核心知识点都整理在了博客的深度文章中，连结就在下方的说明栏，请务必收藏。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，得到书法未来将会推出更多进阶课程，如楷书、草书系列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将它分享给更多热爱书法的朋友。我们下个系列再见。